万年不变的国民美食 buffet， 鲔鱼大腹超爽，但是会控餐。正反意见超多，特色其实是椒盐天使红虾、龙虾、生蚝、海鲜强到不行，进步幅度超大，你一定要二访的。一期一会，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呢。单程3小时，但是超值得住一晚。说好的期间限定 ，but 无限期延长中，一次带你看8家吃到饱美食。冠老板私心口袋名单开始啦！频道满这1年以来呢，我们拍过了几十间的 buffet，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8个我认为吃起来最爽的 buffet。经过了1年呢，这个价格啊、菜色啊，或多或少都有调整。如果你想要去，记得要跟店家再次确认哦。有蛋姐嘞！想知道最新的餐厅开箱，请帮我订阅、按赞、热推，以大家可以吗？首先呢，第一家是我们的国民 buffet。享食天堂这个呢，不只是大家爱吃，也是我吃过最多次的 buffet。为什么呢？其实主因就是它的 CP 值啊。我认为我吃过这么多 buffet， 回到头来，我最爱的就是享食天堂。它的下午茶从以前的600多加一层，然后它的菜色多元性非常广泛，几乎是所有类型的菜色我都有超过2-3道以上我喜欢吃的，像是炸虾啦、香鱼啊、生鱼片啊。所以呢，它的 CP 值即便是在它涨价之后，还是我心中的第一。但是今年我们找到了一间有用小秘技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吃到的 buffet， 据说500多块就可以吃到的汉来海港，我们有打算拍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就拭目以待吧。享食天堂呢，其实有一个菜色是大家都不知道哦，现煎干贝。我自己吃了大概10几次享食天堂，我从来不知道它有干贝这个菜色。原因是我一直 focus 在它的 CP 值上面，所以呢，你用较低的价位，你是吃不到干贝。干贝什么时候有？只有它的假日，而且要晚餐它才有这样子的菜色。那除了干贝这道料理让我非常惊艳之外呢，它的假日晚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用餐时间居然是4小时！哇靠！我们那一次去吃的时候，真的是吃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后半段几乎什么大家吃饱了之后，什么菜色你都不用排队，想吃什么拿什么。所以如果你胃量很大的人，你后面可以直接连吃10几颗现煎干贝，超级爽。最好是老板礼拜1放假让我们去吃。等，是假日吧？是假日才有。对啊，假日晚上吃完，那礼拜1放假休息一下，很合理吧？听起来很爽啊，对不对？拿老板的钱来爽。第2间呢，则是我们的美登利寿司，它在今年终于从单点转型成吃到饱。那么它转型之后呢，我们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观众留言呢，觉得这间店的这个出餐方式非常有争议，但是我们自己去拍摄的时候，我跟参曼先生各有各的看法。我自己个人体验觉得其实还算不错啦。那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它的菜色，包含它的鲔鱼大腹炙烧，还有它的海胆军舰，以及它的无限单点的生食级干贝。这3个东西爽吃了10几个，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它涨价前的价位，这个1000出头，我觉得是对得起它的这个价位了。我觉得在涨价前，它这个价位跟它的这个餐点速度是还可以接受。不过它真的有个问题是，他们很容易遇到，例如说缺餐。像我特别喜欢吃鳗鱼，我就是冲着新鳗去的，结果当然的新鳗松松散散的，就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又没有我想要吃的新鳗一本握。对，整条的新鳗，我那一天没吃到，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啦。确实是这个一个餐厅刚转型的时候，我认为它在用料把控上有一点问题，然后它就改变成那个点餐的方式的时候来延迟。一开始你点生鱼的时候都还好，可能5分钟就会出餐，然后接下来就突然变10分钟，变15分钟。像我还有一个大米是，它只有90分钟的用餐时间，但是它有最后80分钟让你加点。可是你要想最后80分钟你一加点完，来的时候是刚好第89分钟才上餐呢，我们不会坐下来把它吃完，这个也会有争议。因为这个店家的用餐规则有点多，然后它控餐又有一点点明显，那就是造成大家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体验完觉得很不爽的原因。但是呢，我们要坦白讲，它食物真的是好吃的，只是1680你要再斟酌一下。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正片我们那一天吃完，我们马上在片尾做结论的时候，就马上立一个 flag， 说一定会调菜色或价格。结果呢，店家撑不到2个月，大概47天，他马上要调涨。我们录这支影片的当下，6月10号，刚好就是他的调涨日。说实在的，我觉得吃到调涨前的价位，我觉得是赚到。但是呢，他调涨后，我们也是想要观察一下，他到底能不能把菜色或者是他出餐方式做一个调整。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再去2访开箱。我觉得明年跟差不多这个时间，他能不能撑到明年，然后我们再去2访看看菜色到底有什么变化。我是觉得他撑不到明年啊，惨啦。第3间呢是我们的09店森林百汇 buffet。那么我觉得这间店非常的特别，我们总共
拍了2次，那一个是在去年，一个是在今年。不管哪一支片呢，我们在留言区常常会有人留言持一些反面跟缺点的意见，但很奇怪，那些讲的意见呢，我们自己2次都没有遇到。这个点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早期跟现在其实零酒店是2种状态呢？这边就留给大家讨论跟补充了。我们吃了2次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是2房的时候，我的体验比较好。因为那时候他们针对于虾子的料理有一些调整。那2房的时候有甜虾、白虾、草虾、红虾，还有它的波士顿龙虾还有鳌虾啊，这个大家很有争议哦，好不好？它这几种虾料理对于我这种爱吃虾的人，我就觉得它的体验非常的有层次感，从甜菜到汤品，还有一些主菜这种搭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有一个点啊，我觉得是我们去吃零酒店的时候，我们都是平日午餐去，平日午餐去的人潮不会客满，所以我们相对于很多人说他很难取餐要排队这件事情，我们体验比他们好。如果你也想要有我们一样的体验，你可以选平日午餐去，他们菜色其实没有什么差异，那价格稍微便宜一点，而且人少，所以这个时段去，或许你们就会有我们一样的爽哦。关于排队这件事情，我是有看到，只有真的在一开餐的时候，大家想要拿波士顿龙虾会比较拥挤，还有排舒芙蕾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们的量都很多，真的不会说那一种就是你慢一点点你就拿不到东西，尤其是舒芙蕾，因为它是限时的，它一次就是36份，基本上你只要到那个时间到的时候走过去，跟着队伍走，你一定可以拿到餐，不会有那种说排队啊被控餐的感觉。对啊，其实他们供应的量我觉得是够了，你就是稍微错开一下时间去拿，我相信都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餐点。我觉得我这次去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椒盐红虾，那我仔细细的品尝哦，它的椒盐红虾其实是有去过肠里，然后整只下去油炸之后，我特别喜欢这种虾壳被烤或者被炸到那种很香很香的味道，我连壳吃，真的那个风味我到现在想到都会流口水。老板，什么时候我们要再去吃一次？2026一定会再访啊，没有问题。台中buffet已经吃了2轮了吧？好吃的就这几间嘛，期待他们的新菜色好不好？是啊，他们好像菜色也是会滚动式调整啊，所以其实每一段时间去吃buffet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大家要记得参考最新，不一定是我们拍的，不一定是我们频道的，但是你要参考最新的影片去了解每一间buffet菜色的变化。第4间呢是我们的老牌餐饮集团新天地哦，它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它是唯一台中有提供生食生蚝的buffet，而且我们去吃的时候有特别跟他们的服务人员确认是我们日本的广岛牡蛎，所以那时候吃起来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到现在也很难忘。所以今年当然我们也是会安排再去2房。它的生蚝呢，除了拿来做生吃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料理形式。第一个是它的烤生蚝，它也是用广岛牡蛎；再来是它的炸牡蛎，然后搭配这个塔塔酱。我的现在讲起来哦，那个酥脆的口感跟那个多汁非常棒。那我个人呢非常喜欢这种一个食材用不同的样貌去把它呈现不一样的风味，我自己个人超爱。其实它还有牡蛎汤，它还有那种台式小吃传统的用猪油网再去包起来的那种类似鹅啊羹的那种东西，鹅啊羹也很爽。然后这里面也要提到，其实他们不止牡蛎，像他们还有特别去做那个蛋菜，做焗烤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亮眼的一道料理。对，焗烤蛋菜确实是很少见，大多蛋菜都做冷的嘛，然后自己加五味酱啊，这种吃法是有点吃的有点腻了，所以它焗烤蛋菜也是一个值得一拿的。还有一个重点，我们一直没有讲的就是它其实也是有提供龙虾汤，那它跟刚刚零酒店不一样的是，它是用猪龙虾去做汤的，这就没有争议了，它真的是龙虾，而且它一次是给半只，虽然 size 不是很大。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它那时候是做泰式的汤头，我觉得龙虾如果可以做那种比较这个清淡的汤头的话，更能呈现出这个龙虾的清甜，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近期我去研究他们的龙虾汤，其实都现在改成味噌龙虾汤，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我一直期待看能不能2房再去吃吃他们龙虾汤，看看你所增加这种新的菜色。对啊，这个我们今年会把它安排到我们的拍摄计划里面，大家就敬请期待啦。第5间呢是我们的御园花园酒店温莎咖啡厅 buffet。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它不是台中第一家提供松叶蟹吃到饱的餐厅，但是呢，我认为它是2025各家 buffet 松叶蟹竞赛开打的第1位。它整个升级之后的菜色呢，我有4道菜色非常的有印象，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非常棒。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松叶蟹无限量的让你取，而且它松叶蟹的那个 size 真的是非常的大只。第二个就是它的现煎干贝
备。那个餐期的后半段也基本上，他们虽然说一次可以拿2个，但后面也是狂拿，因为你拿完2颗再回去再拿2颗，再拿2颗，也是可以连吃10几颗。再来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它有生食级红虾，它是提供整只的让你吃生的，缺点是要自己剥，但是我认为那个新鲜度真的是没有话讲。最后就是他们这个自制的意式冰淇淋，在台中的 buffet 呢，这个冰淇淋大多啦，它就是品牌冰淇淋，就是像是哈根达斯啊，或者是明治。我看他们增加了4个设备，好像是你把牛奶跟一些东西放，在这边搅啊搅，把它慢慢的拌成意式冰淇淋那种比较浓稠状的模样。重点就是现做啦，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现做就是美味，有些东西冻久了，口感啊，或者是它的风味都会受影响。它是当天餐期前才开始做的冰淇淋，非常好吃，也是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影片上来没多久之后呢，就有观众留言说，现在他去吃了2次，第一次跟第二次去吃的时候，第二次他有明显感觉到他有在控餐的感觉。那么这个控餐的体感呢，我觉得就每个观众的这个主观不太一样。那要去之前可能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我们最近也有研究一下他菜单，那么我发现他最近有提出一种平日的叫做智利雪蟹的品项，我们自己是完全还没有吃过这一种螃蟹。那观众对于这一道菜如果有兴趣的话，帮我点个赞。那如果我们超过500个赞的话，我们就安排我们再开箱给大家看。第6间呢是清新温泉酒店的香香蟹，就是所谓的母松叶蟹。但是我在讲的这个时刻呢，我相信大家观众应该吃不到了，因为这个体验呢是期间限定，而且现在也过了香香蟹的产季。那我会觉得要特别提出来讲呢，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料理过这种大闸蟹，从活的刷洗、清蒸、拍蟹肉，到最后一小撮，然后去体验到这个大闸蟹的风味。这次香香蟹的体感呢，我觉得是大闸蟹的升级版。虽然说它的新鲜度不可能比活体蟹来得好，但是我认为整体的体验其实不相上下。而且你吃完不用自己收，你也不用自己料理，你只要好好的把蟹肉、蟹膏、蟹黄、蟹卵放在一起。而且如果你觉得蟹肉不够多，你还可以拆公的这个松叶蟹的肉来组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像这样的松叶蟹，你去日本要去吃到那种高级日本料理店，你应该没个2、3千台币走不出来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今年我觉得最爽的一个。还好那个参盘先生那时候有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吃，要不然差一点我就 miss 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有看到有一些观众看我们的影片很高兴想要去吃，但是有反映说他们去吃只有公的松叶蟹，然后他们还觉得有被控餐。然后一个是因为母松叶蟹这种带冷的，毕竟有一些都会刻意放掉不捕捞啦，所以说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限量是残酷的。真的，像这种香香蟹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料理啊，往往都是一期一会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讯息啊，赶快一定要先跟店家确认完赶快定位，就去吃就对了。因为即便是我们也觉得，或许在几年内我们可能再也吃不到香香蟹了，除非我们特别飞日本去吃。听说他们现在举办的新活动是泰国虾，是什么菜色？应该是煎烤类型的菜色。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去带大家吃泰国虾的吃到饱，那我会觉得自己料理还是有点麻烦。泰国虾真是又爱又恨。而且好多观众也反映蛮喜欢吃这道料理的。接下来是第7家，是高雄哦，是外县市的诚意酒店，也是今天唯一一间外县市的。它的buffet餐厅叫做二路日全食。哎呀，终于念对了！哎呀，我在正片的时候一直念错。它的这个体验真的是，如果要放第1名的话，它到现在为止还是我的第1名。不过它会有这个水准，我也不意外，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5星级酒店，它那种整个大厅的这个装潢啊，或者是他们使用的材质，就真的非常的棒。进到餐厅层的时候，它因为是高楼，所以它的景色是非常优美，视野非常好，可以看整个高雄港口的这个视野，那个体验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它不只是这种硬体来得好而已，它的菜色也是数1数2，精致，水准高。它虽然多元性没有像台中这么丰富，但是我认为它每一道料理都有非常高的水准。龙胆石斑、五仔鱼、小鲍鱼、猪肋排，还有它的炉烤牛排有2种，是肋眼跟这个肩背，这2个部位各有各的风味。羊排、烤香鱼，重点当然是它高端食材松叶蟹跟帝王蟹也都是无限量让你取用。最后呢，不得不讲它的酒类的这个品项非常的充足，从一般的这个啤酒，还有到它的调酒、红白酒、日式的清酒，还有烈酒，像是 Vodka、威士忌。我觉得这种酒类的品项才是真的想要让你喝醉买醉的地方。
很想去那边住一晚，就直接给它倒在餐厅里。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应该是其实是它的酒类，像它是给你好像是 whisky 跟那个泰式奶茶这两个的结合，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而且它不是说它配好就那个比例哦，没有，它可以帮你配哦。我记得我是自己调，就是自己倒泰奶，自己倒威士忌。他的建议我记得原本好像是3:2，可是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也可以1:9。酒是9，然后泰奶是1，是没错，那个真的很棒。还有就是像他们还有多一个白酒是气泡酒，那个气泡酒在开餐的时候，它是由服务生上桌帮你服务的，这个我也觉得很棒。你不用在那边跑来跑去，就你可以至少可以拿一杯餐前酒，真的是很棒的。而且他们餐具也用得很精致，酒杯就该气泡酒的细高脚杯就高脚杯，调酒有调酒的杯子，烈酒有烈酒的杯子，还可以自己加冰块。这种体验真的是一般比较抽胸的吃到饱是体验不了的。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帝王蟹啦，帝王蟹也是你自己想加多少的量，那你当然可以加入一些额外的配菜，像虾子什么都可以，你可以煮出一碗好喝的汤这样子。然后再来还有松叶蟹是蟹脚，它是放在旁边，也是让你自己拿。我觉得他们用的真是很夸张，是他们龙胆石斑啊、蛙鱼啊，他们就是放一整排在那边让你自己拿。我自己觉得体验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好，是因为我们去用餐那一天是平日的中午，那我觉得在这么好吃的食材料理以及这种高单价的状况下，我本来预期是大家会有那种抢食排队的状态，但是没有。我觉得我要吃任何料理都是随手可得，也可能跟它餐厅规模有关系，它的规模没有很大，它的座位数可能不超过，可能在100人、200人左右，所以它的这个用餐的这种舒适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天去印象完全没有排到什么队，不管你是想拿帝王蟹、松叶蟹，还是各式各样的肉料理，真的都没有排到队。我觉得他们家的肉类品项很齐全欸，牛、猪、鸡、羊、鱼。然后蟹真的是一应俱全，它不求那种量很大，但是有很多滥竽充数。有些餐厅真的是这样子哦，它是道是精品，真的是，哎呀，我们好像是把它夸奖太多了。应该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去高雄玩的话，会建议你可以去这边，例如说去住一晚饭店，顺便吃吃看他们家的 buffet。还有一个是他们家其实还有一个烤鹅啊的东西，但是他们只有在假日才有。对，假日才有这个拼点。当然，当天我们好像有吃到他招待的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特别去拍，店家有招待一盘让我们吃，说这个是假日才会有的烤鹅，那个也是真的好吃啊。是我那一次去，觉得这个饭店的那个服务真的是特别好。那不晓得是因为我们去拍摄嘛，毕竟我们 YouTube 频道过去，还是因为我特别帅？没有，你一定误会了，你没有特别帅，你误会了好吗 ？OK， 但是真的体验很棒。那我因为这个体验很棒，我们后来又有去吃几个外县市的 buffet 啊，像是我们有去那个台北也有吃嘛。我觉得不见得外县市的 buffet 就比台中强，但是我们也想要多多尝试一些外县市高档的 buffet 去体验看看。那么各位观众，你们有喜欢外县市的题材吗？如果有，一样点赞500赞的话，我们一样多拍几个外县市的高档 buffet 给大家看。第8间呢是我们天好运港点，那它的价位比较没那么高，我记得它是666加1层吃到饱，大家要查一下，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哦，因为自从改这个期间限定吃到饱之后，它就一直无限期的延长，到底它是吃到饱还是一般单点啊？这个我们上片的时候，它可能还是吃到饱。确定的是有几家店目前到6月底之前，现在都还是有延长的。但是就像今年这样子，很多家buffet都有微幅或大幅的涨价。那请各位吃之前一定要特别研究，因为我们能提供给你的是我们当下的资讯，以及可能我们上片前最后的修正。但是有可能在上片之后它又改了，这我们就有时候无法回应你最正确的价格。那我觉得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是因为它原本在单点的时候，它的港点的菜色品质，我觉得就相当的不错。如果你用单点的价格来去算它，你可以吃几道菜，有时候你其实吃个5到10道就已经是它现在这个吃到饱的价格，所以那个 CP 值真的是令人非常有感，因为它一前一后的那个价位差距非常的大。那么我们那一天去我们其实是3个人去啊，那他菜单上38道菜我们通通都有吃到，虽然我们是3个人分38道菜，但是这种体验其实是你平时去吃单点是没有机会，因为你这样单点下来可能要5、6千块，
哇，3个人分也要将近1个人2000，其实 CP 值真的是非常好。它在吃到饱的分量上，虽然说有微幅的做一点点调整，可是以 CP 值来讲很高了。因为你看一到有时候可能上来个2、3颗叉烧包，就要那个价格，真的是也是很吓的。像这样子可以任你点，你可以单一品项狂攻略，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全品项开箱，都可以选择到一个你喜欢的这样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其实台中还有其他2间有港点的吃到饱了，我们也有拍其中一间叫做美美心嘛，对，但是我觉得以港点的道地跟这个餐点的品质来说，我觉得天好运是屌打了。就如果你喜欢港点，真的是要选择天好运，趁它现在还是吃到饱去体验一下。应该说它是给你单点的品，但是吃到饱的享受，这个真的很棒。8家餐厅的这个影片连结呢，我们会整理在资讯栏，大家点连结就会去看你自己想要去吃的餐厅。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好几间餐厅，我们会打算去2访，那大家随时注意我们频道最新的贴文或者是影片上线。观众，如果你们有想要我们拍的这个餐厅名称，不管是在台中还是外县市，我们使命必达啊！你不要跟我讲澎湖哦，下面留言好，我们一定会不负众望。那我不讲澎湖，我们去日本可以吗？等一下是国内啦。所以记得每周五早上6点准时上片，早起的鸟儿有buffet吃。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热推。我们下次见。